欢迎收看佛学百科。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佛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那就是三乘菩提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将分别介绍三乘菩提的定义、特征、历史、发展和意义，并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。什么是三乘菩提？它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菩提是什么。菩提这个词来自梵语 Bodhi， 意思是觉或觉悟。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智慧和清净，能够破除无明和烦恼，达到最高的自由和幸福。佛教认为，所有的众生都有菩提的潜能，只要透过修行和实证，就能够觉悟自己的本性，证得佛果。这种观点源于佛教的基本理论，即众生都具有佛性或如来藏，都有成佛的可能。那么，三乘又是什么呢？三乘是将佛教修行的法道分成三种：声闻乘、缘觉乘和菩萨乘。这三种法道分别对应不同的目标、方法和成果，也就是各自对应的菩提。我们来看看它们各自的特点吧。首先，声闻乘，又称声闻道或小乘，是最早期的佛教修行法道。声闻乘的目标是证得阿罗汉果，也就是解脱生死轮回，不再受苦。声闻乘的方法是依赖佛陀或其他导师的教导，学习四圣谛、12因缘等理论，并通过四念处、四正勤等禅定修行，观察身心现象的无常、苦、无我和不净。声闻乘的成果是觉悟自己的心性，断除贪、嗔、痴等12种无漏根本烦恼，达到有余涅盘或无余涅盘。声闻乘的代表人物有佛陀的10大弟子、500阿罗汉等，这就是声闻乘菩提的基本内容。其次，缘觉乘，又称缘觉道或中乘，是稍后期的佛教修行法道。缘觉乘的目标是证得辟支佛果，也就是自己独立的觉悟真理，但不会广度众生。缘觉乘的方法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，不依赖他人的指导或教义，而是直接观察自然界和人间界的因果律则和现象变化。缘觉乘的成果是觉悟自己与万物的本质相通，消除了无明和染污，达到有余涅盘或无余涅盘。缘觉乘的代表人物有释迦牟尼佛之前的24尊佛、无数的辟支佛等，这就是缘觉乘菩提的基本内容。最后，菩萨乘，又称菩萨道或大乘，是后期的佛教修行法道。菩萨乘的目标是证得佛果，也就是全面而完美的觉悟，不仅自利而且利他。菩萨乘的方法是发起菩提心，也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发愿成佛的心愿，并通过修习六度、四摄等波罗蜜多，以及学习空性、中道等智慧，实践慈悲与智慧的圆融。菩萨乘的成果是觉悟自己与一切众生的本来清净，具足了一切功德和智慧，达到无住处涅盘。菩萨乘的代表人物有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等，这就是菩萨乘菩提的基本内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三乘菩提虽然有不同的层次和方向，但都是以觉悟为核心，都是以涅盘为目标，都是以佛法为依归。此外，三乘菩提也不是互相排斥或对立的，而是互相包含和补足的。声闻乘和缘觉乘可以作为菩萨乘的基础和前提，而菩萨乘可以作为声闻乘和缘觉乘的延伸和提升。例如，
在大乘佛教中，修行者通常会先学习声闻乘和缘觉乘的理论和方法，然后再进入菩萨道修行。而在密宗中，修行者会在修持密法时同时包含声闻、缘觉和菩萨三种境界。同时，三乘菩提也不是固定不变或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和发展。例如，在印度，佛教从最初的声闻乘发展到后来的大乘和密宗。在中国，佛教又融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，形成了禅宗、净土宗等不同的流派。在日本，佛教又与神道和民间信仰相互影响，产生了天台宗、真言宗等不同的教派。三乘菩提也不是仅限于某一种佛教传统或派别的，而是贯穿于所有佛教流派和教派的。那么，三乘菩提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？我认为，三乘菩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，超越自己，开启自己。认识自己，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身心现象，明白自己的优缺点，知道自己的喜恶好坏。超越自己，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执着和分别，突破自己的障碍和限制，超越自己的苦恼和困境。开启自己，就是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力量，展现自己的美好和光明，开启自己的智慧和慈悲。通过三乘菩提的修行和实证，我们可以从一个凡夫俗子变成一个圣者佛子。例如，通过声闻乘的观察身心现象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心状态，明白自己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、得失成败等等。通过缘觉乘的观察自然界和人间界的因果律则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超越自己的局限性，突破自己的偏见和偏执，超越自己的苦难和困境。通过菩萨乘的发起菩提心和修习波罗蜜多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开启自己的潜能和力量，展现自己的美好和光明，开启自己的智慧和慈悲。这就是三乘菩提的简单介绍。三乘菩提是佛教修行法道中的重要概念，包括声闻乘、缘觉乘和菩萨乘。这三种法道分别对应不同的目标、方法和成果，也就是各自对应的菩提。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和实践三乘菩提，我们就能够从苦中解脱，而得到真正的快乐和自在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三乘菩提的资讯，你可以参考以下的书籍，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出专门介绍他们的影片。第一本书是《The Essence of Buddhism: An Introduction to Its Philosophy and Practice》，中文意思是佛教的精髓、哲学与实践入门，作者是 Tralik Kyabgang， 出版于2001年。这本书从西藏佛教的视角，浅显地介绍了三乘佛教的理论和方法，并解答了一些关于佛教的常见疑问。作者 Tralik Kyabgang 以其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，清楚地解释了佛教的基本概念，如慈悲、空性和佛性，并回答了一些常见的问题，如佛教是否否定自我，是否悲观，是否鼓励社会消极等。这本书不仅适合初学者阅读，也适合那些希望深入了解佛教哲学和实践的读者。第二本书是 The Three Vehicles of Buddhist Practice， 中文意思是佛教修行的三种乘法，作者是 Khenchen Thrangu Rinpoche， 出版于1995年。这本书由一位西藏佛教大师详细地讲解了三乘佛法的目的和成果，并阐明了声闻乘、缘觉乘和菩萨乘的区别和联系。
作者 Khenchen Thrangu Rinpoche 以其深厚的修行和智慧，详细地说明了三乘佛法的目标、方法和成就，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差别。这本书不仅适合初学者阅读，也适合那些希望深入了解三乘佛法修行方法和成果的读者。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对于三乘菩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感受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以便收看更多的佛学影片。最后，祝你们平安吉祥，法喜充满，下次见。